五角大楼再提对话请求，但我们中国依然没给他安排。拜登想要的机会，我们早就已经给过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忠诚 Talk， 我是卢忠诚。最近这半年时间里，美国政府高层一直在寻找机会，希望能够修复中美双方已经跌至冰点的关系。奈何我们中国一直是不搭理他们。于是乎，为了重新构建中美对话的桥梁，美国人又开始频繁向中国释放沟通的信号。近日美国一位负责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五角大楼深知保持中美军事沟通对于管控危机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再次向中国提出了对话请求，希望美国防长奥斯汀能够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与中国防长李尚福会面。只不过他们这一请求，我们中国依然没有给他们安排。表面上看美国人现在似乎是拿中国没有办法了，所以只好在媒体面前再次诉苦。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大家仔细思考一番，就不难发现，这不过又是美国人设计的一个套路罢了。一方面，如果中国防长与美国防长进行了会谈，那就是防长李尚福即使是被美国制裁了，也依然需要顶着罪名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那岂不是意味着我们中国矮了美国一筹吗？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中国一直已读不回，那么美国就可能会借着国际舆论的力量甩锅中国，抛弃中美之间的护栏，从而占据一个道德制高点呢。所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套路美国人设计的确实挺好，只不过就是不管用。首先停止中美防长对话以及一系列的高层沟通，中国牢牢占据着理这个字。如果当初佩洛西此前不串台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就不会出台8项反制措施。正如美国人所言军事沟通是为了避免战略误判，但我们中国现在最不怕的就是增加中美之间出现战略误判的风险。因为中美在第一岛链附近的对抗中，谁的风险更大，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了。在这种情况下，急的该是美国，而不是我们中国。其次拜登政府想要的机会，我们中国其实早就已经给过他们了。美国防长要想见中国防长，就得无条件停止在台海的任何挑衅行动，停止制裁我们，他们要拿出诚意来。只要满足了那些条件，那中国防长还有什么理由会拒绝与美国防长会面呢？其实说白了，中国之所以一直已读不回，根子还是在美国，是因为拜登政府屡屡干涉我们中国内政。坦率的说现在距香格里拉会谈还有1个月，如果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拜登政府能够收敛一点，拿出诚意，客观公正的对两国关系进行评估，那或许中美两国还有机会进行一次偶然的防长会晤。如若不然的话，中国必然会一直维持着美国不做出让步，那中美对话就永久搁置的局面。反正我们中国是不着急的。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